各位朋友好。应一些朋友的要求，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说，我在近期会做一些那个关于如何制作自媒体啊，然后如何做，主要是在视频这一块，如何包括在网上的录制一些视频的教程啦，或者说有的时候要做一些视频小广告啊，或者说自己以后想要开办这种直播呀，或者说类似于你要录制自己个人的一些作品啊，有这样真实需求的，或者说当前正在做一些自媒体做一些节目，然后又有碰到很多技术问题，然后困扰在其中，然后找不到一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些朋友，然后我就平时的话，我也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也经常在网上去帮助一些那个网上正在做自媒体的一些朋友，然后关于一些针对他们在技术上面碰到的实际的问题，经常会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一个去解答的话，就是很耗时间，又本身涉及到技术的问题，本身就是所要把它描述清楚的话，所涉及的内容又有点多，然后又重复的去回答，所以时间有点浪费掉了。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近期的话就会制作一系列的这个关于如何制作这个特别这种视频的，或者类似于网上互联网自媒体包括一个电脑里面的录制影像啊，采用电脑来录制视频，还有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内容的这些一个系列的课程，然后一劳永逸的解决以后这个需要录制视频这些朋友所碰到的一些实际上的困难，然后方便你更好的去发布你个人作品也好，做推广也好，然后或想要去发布你个人的产品啊，想录制一些作品之类的话，能够马上就能够应用上。我个人在录制这种视频作品的这些所有的一些现在当前所了解到的、掌握到的一些技术的话，并非来自于就是说自己早期有参加过什么跟影视有关的录制这种有关联的，或者从事过这个跟影视跟剪辑有关系的这样的工作以后积累的经验。因为我当时的话，我准备自己要出我的我个人的英语作品，然后当时的话在处在一种实际上的生活的需要，就是我要录制视频的时候，我需要这一套就是录制视频的方法，所以就是完全是在网上寻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也买了很多大量的各种的摄影装备啊，然后慢慢调试，慢慢总结出来的一些纯实战的东西哈，不是那种很多这种技术方面的，就是书本上嘛或者说一些科班学影视专业这种科班的人出来，不是这样的。我更多的是纯实用的，然后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然后也曾经买过一大堆的装备，然后试来试去的，然后慢慢总结那现在的话就是通过在最近这样的一直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是原来像早期买的很多自以为很重要的一些装备一些方法其实大部分基本上都用不上。那我现在的话所使用的装备的话，我跟早期最初的想法的要去录制视频所采购的那些单反一大堆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也早就不用那些东西了，然后又重，然后又不方便，然后很多效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所以我的课程的话更多的会从实用的角度来给他展开讲解，就是如何去订购各种各样的装备如何去更新你的软件硬件，然后到底你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要花，然后的话让你一下子就买对，一下子就尽量不要浪费钱，一开始就做对的事情，然后来
帮助你尽快的能够上路，然后马上能够去应用在你的实际的生活之中。一些想要制作一些自媒体、制作视频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当你想要决定要去录制视频的时候，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呢？去购买这些装备啊，是吧？这费用的话，到底有多贵等等这样一个疑问。大家都看到网上有的说就是玩摄影穷三代，那个完单反那个穷医生，那这些话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呢？你如果认为真的也是真的，因为那个摄影装备的话，说贵真的是很贵的，一个小小的镜头，一个小小的机器，有的时候几千块、几万块都有，一个镜头的话也有几千块，也有几百块钱的，对不对？问题在于，关键在于就是你如何去使用这些装备，不是说花了很多钱，哪怕你花了很多钱，也不代表你就能够制作出这种高品质的作品来，然后也不代表说你花了很少的钱，你就制作不出这种优秀的作品来。如果我要是想要省钱的话，我有一个非常省钱的方法。比如说我像现在假设我手中有一部手机，我就完全靠一部手机，我就可以制作出作品，甚至它的那个作品的内容的价值啊，哪怕你是录电影也好，有的时候就光靠一部手机录制出来的一部作品的话，比大制作的那种投资无数的资金，然后有一个很强大的那种团队录制出来的视频更加有意义，而且那个视频的价值也更加好，这是完全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关键不是装备，关键是知道你要如何用好这些装备。你知道当你要制作这些内容的时候，你缺了些什么，你需要些什么呢？你要具体的来解决些什么方案，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更多的我的现在接下来的教程会从实际的来解决大家真实的实际的需要的这样的角度来讲，给大家讲解你到底需要些什么。今天作为第一集的话，我们先不要急着那么快讲技术吧，我们就当成玩吧，当成就是我边走边聊，然后顺便的话设置一些画面，然后供大家后期的话就是在实际的制作视频中呢有个参考，就是主要涉及到几项技术，就是说你自己通过这些画面过程中，你就能够感受到，就是你可能要实际上你将会需要使用到一些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心里有点数。我比如说我现在这里哈，现在我如果在这边，我现在上到这个，现在我是在福州这边哈，在这边，比如说现在目前这里。我现在没有用到麦克风的时候呢，假设这边路边要是现在我再稍微走一下啊，走不能跑，后面有个包是很重。我如果这样走的时候，你看，假设这里要是风很大的时候，你可能声音就听不清楚了，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是在这种情景之下，一般我是要用外接的麦克风，是不是可以让它，比如说像手机内置的麦克风啦？在这种情景之下，现在风还是那么大，还是跟刚才一模一样的那么大的风。但是假设我现在要是带上麦克风，风还是原来一模一样，都没变，而且现在我感觉我走在江心的时候，比刚才的风还要大。但是如果要是有外接的麦克风，这样的话，就你照样就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了，是吧？这时候的话，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手机里面，这时候有的人，你如果要考虑到几个问题，比如说摄影要考虑到现在在当前这个时代的话，你要考虑到第一个要便携性。你看我为什么我是在摄影的时候，我可以边走边摄影，我是如何做到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考虑到你的装备要足够便携，要足够便利，是吧？然后也不容易，就是不需要就是每次摄影的时候一大帮的这个制作团队，然后制作团队好是好，摆谱它是挺好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哪怕就是以后哪怕有那个很多的钱呐，或者说真的有这种条件的时候，
我不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制作视频有必要那个大张旗鼓，一大帮人跟在后面。我觉得，真的有人的话，有一大帮一个团队跟在我后面，可能我很多一些想法，一些创意可能就断掉了。我不太习惯这样。这个就是未来的制作视频，更多的它就是一种就像我们平时写文章啊，或者做其他事情一样，它就是灵感来了，创意来了，你就去做。那最好能够越简单越好，越便携越好，就是能够随时随地的可以创作，这样就好了。那哪怕要剪辑，你就留给后期，就是我们现在视频摄影的时候就要剪辑，要能够随时都能摄影，但是后期的话倒是可以交给其他的这种后期制作的团队的人来帮你做。比如说我在这个制作录制还是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以插入这种后期的特效啊，是吧？各种各样的效果，各种音效啊，或者说插入各种文字啊，这样飞过来呀，有各种看起来好像比较有意思，这个倒是可以。但是制作内容的话，最好能够简单一点，能够简洁一点，然后能够实际的解决一些问题就好了，是吧？然后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把摄影机就在江边了，我现在这样拎着。如果你要很重的装备，这个自拍杆要掉下去的话，可能这一整套这个装备掉在江里面就再也捞不起来了，是吧？所以你要便携，要能够稳定啊，然后各方面就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方面的话，你要做好。然后我一般的话制作现代内容，我会个人比较偏重于说用运动相机，或者说这个手机啊等等这种便携的装备去做。那以后的话，哪怕你要用到单反也是可以的。单反的话，最好就是我个人建议的话，现在就除非你要是想要拍照片，我就不说了哈。如果你是叫做那个影像制作的话，视频制作的话，那就没必要。你最好你可以买一些轻一点的，像那个微单啊之类的，是吧？但现在微单的话，好像也不多可以，就是要肩带麦克风，必须要支持外接麦克风，不能外接麦克风的话，你就录制声音就跟刚才一样的，就是一碰到风的时候呼呼呼叫。而且问题是你稍微走远一点的话，声音就不清晰，所以要考虑到一些实际上的工作场景上的需要。然后的话，包括微单，它其实也没那么便携，它也很容易这个，包括这种抖动的问题，东西也有点偏重，然后镜头要换要那个，尽量要简单，就是我们要轻装上阵，而且要完成，要达成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就好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用这装备？我们用这套装备的话，制作视频的最终的目的，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只要目的达成了就好了。然后尽量能简化就简化，不要弄得太复杂。然后就这点。在摄影的过程中呢，你既要考虑到这个装备的便携性，还有稳定性，还有就是你要方便，你不要说当你要去摄影制作一个内容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还每次要外出的时候还带着一大堆的装备，然后需要大量的准备，还有整个过程的话，制作的话绩效非常低，这个东西都不需要了。现在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的话，我们要尽量把这种摄影的装备尽可能的简化就好。然后我前2天大家看到，就是我在摄影的时候，当时有稳定性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手中拎着一个那个稳定器。稳定器有稳定器的好处就是比较平稳，但是有的时候装备太重了。你看我现在这里摄影的是那个，我现在跑起来啊，这个还是开发区的这个地方，是泥土的路，就来回跑，就是在很不稳定的地方的话，就是说它还能够保持这种基本的这种影像上的稳定性。那如果能够实现基本的稳定性，这样的防抖的作用就已经够了。那不一定说非要非常的平稳，有点像那轨道车那种效果，不一定需要的。然后的话呢，我在这里面，因为我就简单的，如果你镜头买对了镜头的话，你就是小的一个装备的话，它就
可以录全身的影像，而且我单手可以操作很轻的，不要再这样2个手扶住，是吧？非常简单，要简化，简单方便实用，然后快捷，要随时随地能够投入到一个工作一个实际的工作状态之中。当然，在实际的摄影过程之中，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环境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灯光不足的时候呢，你在拍摄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要给环境补光，有的时候就本身就没有条件可以补光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到这个相机的感光度，就是说它本身对同样是黑暗的环境，但是它能够在黑暗环境之中能够相对来讲就是处理起来，让你画面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画面。那有的摄影机的感光度不好的，就整个界面就整个摄影出来的影像就全部模糊掉了。所以夜间的关于那个灯光方面，就是摄影机的感光度、摄影机的感光效果，就是处理这种黑暗环境之中，在这个纯夜间啊，或者整个环境非常黑暗的这种环境之中的对光的处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必须要考虑的一个话题。有的时候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情况下，特别像这种桥洞底下呀，或者有的在工地上的话，声音很吵，然后灯光方面要把握好，就是这个稍等一下。还好，这个镜头的方向要调好，就是在灯光方面要调好。就是如果你要面向的，你要是背光的情况下拍出来的时候，有的会非常暗，然后环境的选择也很重要。有的像这样桥洞底下啦，然后或者说在工地上的话，就声音会很吵，你录出来会很吵。然后你在摄影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好奇嘛，是吧？包括这种大爷这样感觉好奇。这样围过来，然后我假设我要录制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呢，一个头探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没事，反正可以剪辑啊，后期可以剪辑，有的内容要保留的保留，然后不需要保留可以剪辑。这个摄影的爱好。摄影爱好者，摄影的话工作需要吧，有的时候需要用到，所以就要录点视频，啊。是，但是要改善，就是如果在嘈杂的很嘈杂的环境之中，要改善这个声音的音效也是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我可以用那个指向性的麦克风，就是那种的单方向指过来的这种麦克风。另外一个麦克风就是对，另外一个麦克风就是你再用胸麦是最好的。我现在目前是用无线的胸麦，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可以远程，人走得远一点也没关系。看哈，我要往后走，我可以走到很远，就远程的摄影，但是声音照样可以清晰。这个的话就摆脱了限制呢，我可以随便走，随便走也可以，随便跑，是吧？任何地方随便跑，就是清晰的还可以，就是说。如果无线的系统的话，就可以解决你那个人所处的位置上的限制。那有的其他一些装备的话，就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我要是有线的话，这样连着我的胸脉连过去，可能就会我如果走动就不是很方便了。有的时候特别一些访谈之类的您说，假设我这样，我其实可以做访谈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这个无线的胸脉，你看到很多人经常在这边访谈的时候，就是拿着这无线的胸麦，您说没事，您说，你刚才想问什么说？我说你这个一般都要比较那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风景稍微挑选，稍微不要受太大影响，因为我在好一点的地方就拍得更好看。拍的一个就背景也会好看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在这个摄影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要讲课要讲内容嘛，然后我思路不要被打断掉。比如说，如果周边要一直围着很多人的时候，然后我再讲到一半，人家很多人在看，有的时候我就思路就断掉了。就是要确保，就是相对来讲，环境稍微安静一点的，相对好一点点的，就这样的。好，
这段就稍微先试到这，我们再看一下很多种场景之后，在后续的那种做这种自媒体视频啊相关的内容里面，我会详细给大家讲解各种各样的问题，灯光问题啊，还有声音的问题啊，影像系统的问题啊，用什么样的镜头啊，这些东西我都会逐步一步一步给大家讲。现在，你自己开车来？啊，对，我自己过来的。好。就那个车你自己开来？啊，对，我车放在那边。那这小段在桥底下的这种嘈杂的环境，先讲到这。有的时候你在摄影的过程中呢，你也希望就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是既要拍到自己，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你想要拍的这个景象，就是个人也要出现在画面之中，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把画面也一起录进去。这个时候的话，你要采用多镜头啊等等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影像的清晰度啊，对吧？采用什么样的镜头能够达到基本上这种摄影上的真实的需要，就是影像的你所使用的影像系统是否足够清晰啊，然后可以这样结合的。反正很多的专业知识，到时候我逐步跟他讲，我跟他讲的，我不是书本上讲的啊，是实战应用中的一些经验总结吧。反正装备买过很多，测试过好多东西。刚刚开始的话，经常看网上一些介绍啊，然后看了很多视频，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好像摄影装备知道吗？一个小小的镜头有的就几千块钱啊，摄影机啊这些就很贵，然后问题是经常买回来的话，很快就放在家里根本用不上的嘛，在那边吃灰。所以的话，这个摄影的东西不是买装备的问题啊，买装备网上有那么多卖装备的，有介绍很多新产品，每次推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作者啊会不停的推出各种新的这种教程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卖装备本身就还是一样，还是生意的问题啊。那希望你及时的更新换代啊，但是有的你根本用不上去更新啊，根本用不了去更新这个装备。装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装备本身是有的时候是不需要更新的。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要知道我们自己在摄影的过程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有针对性的去采购你需要的设备，然后把它组合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摄影过程中就够了。包括后续的，到时候我还会跟大家讲这个视频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包括一些我们后期还有一些演播室嘛，演播室里面也有一些内容，比如说有的在家怎么去制作内容，包括有的时候要做这种的那个演播，自己也有那个自媒体的这种在家里面这种自己配置各种环境啊，各种灯光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视频的发布哈。然后现在目前比如说我采集的视频采用什么样的码率啊，这样更好一点哈。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摄影区的大家都看到，比如灯光只要你要是光线的镜头，你看哈，如果有是逆光的话，你眼睛你人拍起来就跟那个光线正常的这种镜头的话差别非常大。如果有的时候你站的位置没有站对啊，然后的话或者背光或逆光的话，有的拍出来的影像就看起来非常不正常，非常不自然哈。所以很多专业的知识我会逐项给大家讲哈。今天的话先不讲太多，先不展开技术的讲解，先跟大家带大家就是先入个门，然后有个基本的摄影的思维，然后下一步的话，我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我再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关于如何具体的要采购什么装备，要用什么样的镜头，要用什么样的麦克风，那如何去解决手机摄影中兼容的问题啊，不支持的问题啊，然后什么样的装备适合录制视频等等这些详细的技术问题哈。那今天的话就今天作为第一堂课，所以简化越简单越好。